之前主母让您挑拨他二人的关系，您做的一切，主母很不满意。这是阿爷的，我找遍了阿爷的衣物，没想到竟然在大娘子那儿。主母的意思是物归原主，还请郎君啊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郎君好自为之吧，这一切的受益者可是您呐。就是啊，这个什么女科管来历不明，既无官府批文，又无行医文书，分明是聚众行骗。前日我家婆娘来此抓药，服后上吐下泻，险些丧命。我家小女儿就是吃了她开的药，夜里高热不止，险些烧坏了脑子。这等庸医留着迟早害更多人，还开什么夜商档？谁知道他们开的凭证是真是假？怕不是在背地里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陷害各家郎君。二位，你们所言关乎人命，敢问是否还存留药方？交由官府，请他们彻查。你这小娘子，都说了人上吐下泻，躺在家中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难不成你还非要我将人抬来才能证明？就是，你这女科管在长乐坊，谁不知道？坏事频出。昨日我还看见有人捧着药包哭嚎，说吃了根本没用，反倒腹痛难忍。大人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只盼官府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们百姓一个公道。你的医术我们自然知晓，但尚书大人为确保女科管符合律例，必须走个程序。来呀，核对药材药渣，清点一应用具，封存坊间，不得遗漏。若发现私换药材、篡改医案者，当场拘押。一切流程清晰，药材来源明晰，坊间无伪，药渣留存完整，监制合规。尔等所诉腹痛之症，或因个体疏异，非药之故，亦非医之失。女科管救治过不少人，岂容轻毁？若皆以口舌定罪，医道何存？今日查其无误，望诸位慎言明察，切不可使人心蒙尘。且慢。为保方士清净，应更仔细查清女科管之所行是否合法合规。官爷如此匆匆了事，莫非另有隐情？该查的都已查过了。听闻此前殷娘子频繁出入尚书府，莫不是与尚书府有所勾结，借医行私？大胆！竟敢当众诋毁朝廷命官，与医患情欲，该当何罪？殷娘子行医济世，药方公开可查，何来勾连之说？若你执意挑衅律法，便随我去府衙辩明。官爷恕罪，我只是担忧，私人药方流行，又无官方审验，未经批准即行失治，何以以人命为儿戏？身为女人，亦恐良家妇女之名誉受损，还请官爷谨慎处置。女子名节关乎一生清白，官爷放心，女科管所用皆凭官册采买，每一批皆有印单可查。我们愿交出全部的采买文书和医案，请户部太医署共验真伪，一查到底，还医者清白，也还百姓安心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应该查验女科管药物所用是否与医案不属实，又是否掺假，或者以次充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查便查，横竖清者自清。来人，把刚才没查过、没搜过的，全部彻查一遍。
砒霜。砒霜，那不是毒药吗？砒霜可是剧毒，虚惊官府备案，私藏可是重罪。肃静！殷娘子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？这砒霜非属我管内，若是我管中的，根本不必藏于底层暗阁，定是有人蓄意栽赃陷害我的。这么说，你可有证据？没有。来人，将女科管查封，相关人员一并带往府衙候审。官爷，此事不仅是商户信息不明这么简单，已经牵扯到私藏剧毒，是否应移交京兆府审理呀？带走，押往京兆府。官爷，这女科管乃我个人经营，与旁人无关，要押就押我。郎君，医馆之事恐有蹊跷，是否要奴去查明真相？不必了。娘子如今被关在京兆府大牢，是否去打点一二？我说了，不必了。殷娘子是无辜的，殷世峰之事或许其中另有隐情。阿农，是，郎君自有决断，是奴多嘴了。殷新月私藏禁止物品，证据确凿，因暂无人员伤亡，一律杖刑80，没收药物，吊销个人市籍，永不许执业。行刑。我问心无愧，天地可见。若有一日此事查明真相，我乃清白之人。不知你们京兆府该如何自处？娘子若能活着出去，好好做人，莫走你父亲的老路。你知道我父亲怎么了？犯人既死不悔改，就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心月，你快醒醒啊！麻烦牢头将这牢门打开。能让你们探视，已是通融。他怎么变成这样？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不过是30大板便晕了过去，等他好了，还有50大板呢。一个娘子，80丈，你们要他的命吗？劳烦阿修再通融通融，不够的话，我明天再差人过来。记得明天来的时候，带够了银钱，探视完了赶紧滚蛋，莫要连累旁人。心月，我们来了，你快醒醒！心月，醒醒！你们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都是滋补养生的，你一定要撑过去，我们定会查明真相的。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尽早出来。多谢死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父亲也被关在这京兆府，可有去探视过他？半月前他已被放回了家，我恐他又惹出是非，也让人遣他回了老家。心月，怎么了？我，苏姐姐，你何时与我说话这般扭捏了？今日你被关入京兆府后，我便立即去找萧郎君帮忙。可那厮不知怎么，听说你的事与他无关，还将我2人赶出了府。各自清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再说了，我和他本就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将他牵连其中啊？可要不是他，你怎会受这般苦楚啊？哎，你真的好痛啊！这杖刑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快点回去吧。
去吧。你说过，只是让女科管停业，将她赶出萧府，为何要将她送入大牢，赶尽杀绝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如何遭得住那牢里的酷刑？石安怎会变得如此冲动啊？婊子过于亲昵，大娘子还是叫我思香婷便好。私禁物本就是重罪，若是不小心毒死了人，那可就是死刑。若不是看你怜她无辜，我才不会留她一条贱命。你如此狠绝，就为了保住你在萧府内的权势？你错了，石安，我所做一切都是在替你扫除障碍，免他日后害了你的前程。我无需你这般费心，更不愿以无辜者之苦补救前程。大娘子还是将心思用在正途上，莫要再行这等诛心之事。你父亲把你教导得过于良善，只是这世道，岂是良善就能苟活的？你竟也如他一般，愚忠愚善，不懂权柄之厉害。当年，他若肯为我多争半分，我又何故诸多筹谋？父亲一生清正，不争权夺利，却活得坦荡磊落。你深谋远虑又如何？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困于深宅，无人真心以待，只能守着这些名利钱财，孤寡而终的怨妇。放肆！我费尽心思，机关算计，都是为了谁？想当年，我为你父亲铺好了进太医署的路，可他呢，偏要假模假样，说什么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，不愿参与宫中纷争。哼，如今呢，连一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，尸骨冷于荒冢，无人祭扫。石安，你也想这样？想让你今后的孩子也这样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大娘子的好，我承受不起。今夜前来，并非与大娘子论道，而是想问大娘子，要如何才能放了殷娘子？他们按律办事，我一个困于深宅的妇人，又有什么能力去干预这牢狱之事？掌管监狱的法曹参军乃是大娘子的胞兄，若不是他，怎会人刚抓去就被立刻扣了名目行刑？我不过一介女流，兄长行事，岂能由我左右？你若真想救殷娘子，便直接去找她，找我做事。孙嬷嬷，我乏了，送客。郎君，请吧。记得走后门。请。老君，思香婷离开了。退下吧。我知道了。听说殷娘子被罚了80掌，今日被打晕过去了。郎君，你的手。我说了，退下。是。
你不管我了吗？此去番禺，将在商州转为陆路，届时可在商州将萧家商队尽数截杀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阿爷不会这么做的。你还不肯承认？叶心远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你敢说这上面的字迹和印章不是出自于他之手？是，但我阿爷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山匪，这一定是伪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没有骗你。这半年来，你一次次替他辩解，我一次次的心软。我没有骗你，现在是，从前亦是。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不会再相信。有一件事，你们所有人都搞错了，不是我阿爷找的萧伯父，是萧伯父找的我阿爷。自我阿娘走后，我阿爷不敢做任何一件冒险的事情，他生怕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。他这么怕死的一个人，若不是因为萧伯父多次以大义相劝，他怎么会做如此涉险之事？如今落得一个下落不明、名声尽毁的下场。殷家所有的房契、地契、田契，都在这儿了。英雄，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若不是萧兄几次相劝，我这一介商贾实不该插手这等朝堂机密。但既已答应你，我便不会再退。苏尔曼对我知根知底，若我此行暴露，他必先对我动手。届时，还请令郎照顾小女。唉，本以为查到苏尔曼便可做个了结，没想到竟牵扯出护氏背后如此多的内幕。这护氏贪腐案背后势力盘根错节，若不肃清，这市长迟早沦为权贵分食民脂的土壤。所以，只好累得英兄陪我走这一趟了。萧兄言重了，我殷世峰虽为商贾，却也知国家大义。英兄放心，我已向尚书大人禀明，到时候京兆府会派人悄悄潜在萧家商队，护我们周全。或许英兄今日担忧之事根本不会发生，到时这些契书还得物归原主啊。可那日尚书大人说，他从未收到过书信。那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不说是因为我不想让我们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又徒添一些猜忌。况且7年前我10月后去找过你闭门不见，如今于是只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。你听我说，郎君有真的相信过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阿爷杀人了还假死，你信吗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阿爷，我拿什么来证明我自己？凭我孤苦无依一个人吗？还是凭我们7年前的情谊？多谢郎君肯听我说完这番话。7年前，你我各执一端，现如今又因为这些事伤透了彼此的心。如今，我只愿沉冤得雪，
不负我阿爷，亦不负萧伯父那句家国大义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好，如你所愿。新月是被人陷害的，砒霜一事纯属子虚乌有。京兆府还未查清真相，便将人定罪，动用重刑，说朕由偏见蒙蔽公理，刑讯之下，何患无辞？若律法失了公道，权势压倒良知，今日是一娘子，明日便是你我。林姑娘所言，刑讯之下，何患无辞？呵呵，真是令我心惊。姨娘子有助于我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我愿意联名上书，恳求重审。虽不能保她平安，亦要天下人皆知。只愿青天不灭，沉冤得雪，不负良善之心。在狱中少不了一番打点，这玉镯，这怎么能行？若不是他，我至今都不敢素面见人。拿着，务必护他周全。我们皆为女子，身处高门，尚有言语之权。若连我们也沉默，那天下女子何处伸冤？你们放心，我儿在刑部当值，若真有冤情，必当秉公处理。有我们在，放心。把门给我打开。是，大人。尚书大人。莫动，身上有伤，莫动。不知尚书大人前来有何要事啊？这是金疮药，你拿好，好好养伤。如果还有什么需求，随时可以告诉我，我会让下人准备。多谢尚书大人。民女何德何能，竟让尚书大人如此挂念？你的父亲与萧家在为我查案期间深入虎狼之处，我实在是亏欠你们。姨娘子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从今以后，这牢里没有人再为难你。你一定要好好疗伤，在此耐心等候。我先走了。云州可会怪我？大娘子，这是何意？夫君的丧期将过，女科馆之事，我本意
是想让殷娘子收收心，回来与你完婚。女子嘛，还是该相夫教子，恪守妇道。老是在外面抛头露面，终究不宜长久。只是没想到他会在医馆私藏砒霜。唉，大娘子也是多想了。大娘子为我着想，我怎会怪罪？是那殷氏做事糊涂。莫不是因这事和殷娘子吵架了？哟，那我可真成罪人了。大娘子多心了，我与她没什么可说的。说来，这马上便是中秋了，我那侄女儿往年就是这个时候来这里小住，说是为了探望我，其实啊，都是为了你。此前，你阿爷也非常属意她，有意将她许配给你的。大娘子安排几时？云舟，虽说你和殷娘子马上就要完婚了，可是，我那侄女这般喜欢你，想来做个妾室，她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不如你要是不嫌弃，节后便接她进门如何？也算是成全了一番美意呀。我那未婚妻尚在牢中，以后即便是放出来了，也不配进我萧家的门楣。不过，这订婚与退婚，皆需循礼而行，不可操之过急，还需请示三房公和族亲长辈商议，也需禀明宗祠，方可行事。你呀，你总是嘴硬心软，你对他用情至深，怎会说退婚就退婚？哎呀，但这殷氏如今身败名裂，也确实不宜再入高门。萧家的颜面，族中的声誉，终究我是要考量的。萧家虽非名门，亦算是这城中望族。岂能容污点之人玷辱门楣？他殷氏已经设案，婚约自当废止。刘表妹向来温婉贤淑，若能进门，也是我萧家之福啊。云舟，当真如此决绝？茶既然凉了，就不必再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殷娘子，可还满意呀？我真不是一个为了蝇头小利就违背职业操守的人，这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您呢，慢慢吃，慢慢喝，啊。那个主管大牢的发草参军已经被抓了，您的案件会重启调查，再也没有人对您动粗了。我相信，等过了这阵风口浪尖的，您呐就出去了。您慢慢吃，慢慢喝，等您吃完了喊我们一声，给您收拾啊。请，慢慢聊，慢慢聊。我们已经联名城中的闺女命妇，为你上书陈情。
你的清白迟早昭雪，你且安心住着，莫要担忧外界的蜚语。牢里的一切都打点好了，你安心住着便是。萧郎君准备议亲了。议亲？和谁议亲啊？是柳家的嫡女，城中的人都说这门亲事已经板上钉钉了。也是情有可原，吃饭吧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不是一直想扳倒柳氏吗？如今怎会突然答应这门亲事呢？好了，命运弄人，把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拆散。苏姐姐，我当务之急是离开这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。我现在需要你们。还敢！郎君勿恼，我并无恶意，只是担忧那日你说嫂夫人病情有误诊之虞，故想弥补些什么，以尽绵薄。哼，用不着你假好心，滚！还不滚？拿来！你再不拿来，我坏家伙，打死你！不许你欺负苏姐姐！你这个疯女人！快走！看看，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。走走。你是谁？在这干什么？郎君忘了我了？那日可是郎君信誓旦旦地说小女儿吃了药，高烧不退。我找满院看了一遍，别说女儿，连个人影都没有呢。想来郎君应该还是孤家寡人一位。你想怎么样？济安药堂，郎君可耳熟？什么药？什么药堂？我不知道。我这个人最讲理，也最懂规矩。你什么意思？只要郎君如实回答，这钱都是你的。你想问什么？是谁让你去女科馆闹事？我不能说。行啊，那就让官府来问你吧。这钱你也别想要了。哎，别，是济安药堂，有个嬷嬷让我去的，说只要闹一闹就能得到1贯钱，还说只要闹得够大，后续还有重赏。那个嬷嬷长什么样子？叫什么名字？ 50岁上下吧，还有点胖。
身上还总有股佛堂的那个什么香味。香火？对，就是香火。姓孙？这我不知道。行，这罐钱归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钱都是你那同伙的赏钱，看来嬷嬷给他的比给你的多多了。哼！什么？这个臭娘们儿！医闹那几人住的离济安药堂不出2里路，皆是游手好闲之徒，平日靠些杂役糊口。更巧的是，他们都说那嬷嬷身上有香火味。柳氏平日里最喜燃香，她的房中还有祠堂，终日香烟不断。这香味儿有甜香，还有奶香，还夹杂着一些辛香，而且这类香比平常的香烟气要大一些，是安息香。安息香，安息香，香味独特，为香中贵品，优先供给皇室、贵族和官员，用剩了才会在市面上售卖。这价格堪比黄金，只有达官显贵才会用。妈妈遇害那时，她的房中亦有这种奇特的香味。现在想来，会不会也和柳氏有关？白放。沈大人是有何要事要吩咐奴啊？废话，这日子都是过够了。到底什么时候安排我出城啊？我沈家世代书香门第，何曾住过这种地方？沈大人稍安勿躁。还有，那胡氏的暗约，如今我已经被全城通缉，我与柳家、苏儿曼的合作自然不作数了。哼，那个柳氏，别再妄想以此来要挟我，赶紧将那暗约给我毁了，免得让人知道，惹出更多是非。那是自然，沈大人放心，过几日主母便将你送出城去。从保姆那儿拿走的信件，又去了何处？主母的意思是，她与你的通信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没想到啊，沈大人竟然将全部的信件都保留了下来。既然沈大人不义，那就别怪我们不仁了。反正你也不差这一桩罪名了，悔罪自杀便是你最好的结局。
谁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嘘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别去，若是沈渊死在你跟前，你便脱不了干系。这一切都是柳氏的阴谋。新月还在牢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沈渊死掉，更不能让事情的真相就此埋没。对不起，此事我帮不了你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见你一路行迹鬼鬼祟祟，便悄悄跟来。见你在这院外徘徊，料想肯定有事发生。燕哥，我只是担心你，想护你周全。你担心我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沈渊知道的太多，要尽快找到他。奴明白。都说说吧。我早便说过，那殷家女行事莽撞，配不上我萧家门楣，解除婚约是迟早的事。柳家嫡女知书达理，如此，我们与柳家亲上加亲，倒也不失为一桩好姻缘。今日我亦有事在族亲长辈面前禀明。三房公可还记得7年前我在曲江河畔意外落水，险些丧命之事吗？当时我以为那人是受了清代指使。殷娘子说，你已经没有用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落水不是意外啊？直到多日前我才知道，清代当时因为母亲病故，根本无暇顾及我的事情。此物品是我当年在曲江湖畔捡到的，一直查不出来历。后来我查了大娘子的陪嫁单，才知道这是大娘子的陪嫁物品。原来早在7年前，你就意图谋取萧家的家业。这玉坠我丢失多年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那不如你来说说看。站住！是我爱不向郎君，是我对郎君爱而不得，才故意离间你和姨娘子的感情，是我对郎君因爱生恨，才推销郎君入水。玉坠是我偷的，这一切都与大娘子无关，都是我一人为之。哼，我若7年前就想杀你，你怎能活到今日？那是因为你没想到，云州经此一劫后开始处处提防，你再无机会下手，转而想通过联姻来达到目的，所以你想将我除掉，再让柳家嫡女嫁入府中。你怎会在这儿？京兆府已查明，我是被奸人所害。你买通仁安堂的库房主管，调整归元丹的比例，造成众人中毒，又让周小娘对尚书夫人下毒，逼她自杀我。这些事情，你认还是不认？你糊涂啊！你为何要行此等悖逆之事？家族颜面，朝堂法度，尽数被你踩在脚下。三房公，你怎可听信他一人之词？这些年，我为萧家操持内外，未曾有半分逾矩。且我平日里对云州、对姨娘子都是极好的，我怎会做这种事？阿农，把那人带上来。走，跪下。大娘子，此人你可识得？